啊，太好了！天眼神草，这可是绝世宝贝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有了它，灵儿的伤寒绝症就可以痊愈了。啊！没想到世子竟然采到了万年一遇的天眼神草，听说吞服它可运养神魂，大涨修为。世子殿下身具剑种，又得此宝，岂不是要一飞冲天了？叶朗，叶璇，你的运气果真不错。哎，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雪儿为救族人而伤，我是族医，当然要关心你的安危。来，快服下这枚丹药，让姑姑替你疗伤。哎，多谢姑姑。姑姑，你不知道我采……这丹药有毒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才应该是叶家的世子，你爷爷闭关3年未出，恐怕早已经死了吧？你现在就是个没父没母的孤儿，你凭什么总是压我一头？你挡我路，懂吗？可是兄弟，挡我路者，父可杀，母可死，何苦兄弟？去死吧！叶璇，你的剑种果然不错呀！之前我一直活在你的影子里，不过现在我拥有了这些，我足以成为天骄，可以到上界新界座问道凶险。多谢，看在我救过你们的份上，你们能不能把天眼神草带回去，给灵儿治病？叶璇，你嘴不是一直很硬，怎么现在也会求饶了？晚了。斩草除根，叶璇死，该去解决他妹妹。那叶灵儿神魂奇特，自带寒毒，正好可以把它送给兴建宗少宗主作为礼物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还给我！我剑种被夺，坠崖后本该身死，莫非是我母亲留下的戒指庇护了我？只可惜我很小的时候就没见过你了。啊！这是剑道为戒，求天求地，求诸天神魔，唯我独尊，尽命尽道，尽万界人仙。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戒玉塔？是能囚禁诸天神魔，凌驾于万界之上的恐怖存在？天选之人，未来的戒玉塔主，你终于来了。什么？你说我是戒玉塔主？未来的戒玉塔主，你终于出现了。什么？你说我是戒玉塔主？你天生剑心，身负气运，只要能承受住戒玉塔所带来的逆天杀伐之气，就说明你是戒玉塔主的唯一人选。我当真有这么好的机缘？不过我要是能够快速突破境界的话，我就能拿下野狼，报仇雪恨，夺回天眼神草，救下妹妹，找回双亲，过上更好的日子了。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危险，你可愿一试？在下愿意一试。不愧是戒玉塔所选中的人，有勇气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叶璇的剑种属实罕见，仅仅是炼化过程当中就让我达到个4级玉器境。等我炼化了天焰神草，将剑种彻底融合，我势必能成为一代剑仙。叶璇，你的剑种，你的妹妹，我都笑纳了。
剑气冲刺机之胆，寸寸抓力，痛到极致，你居然就这么硬生生扛了下来。不愧是剑玉塔选中的人。不过，有件事情我要先告诉你：如今剑玉塔的封印有所松动，里面囚禁的神魔一旦出逃，挥手便可覆灭这方世界。你如今既为剑玉塔主，就要加强封印，背负守护的使命。剑玉塔上的重剑散发威压，但有一些剑颜色暗淡，想必这就是您说的封印松动了吧？既然如此，我需尽快修行，成就无上剑道，力压诸天。这是剑道传承的最强功法，可助你踏足剑道巅峰。不过你需要先找回自身的先天剑种，才能浑然一体。到时，剑玉塔上的所有剑，包括3把神剑，都会与你共鸣。心思澄明，神意相会，我竟然突破3级切变境。这方世界共有15级大境界，1级兼修境，2级不息境，3级气变境，4级玉气境，6级通幽境，12级造化境，15级无上之境。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你居然突破了隐藏境界金身境！等等，叶璇这金身境居然是剑道金身，这小子天赋真是妖孽，真是妖孽啊！隐藏境界，前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隐藏境界是突破这方世界约束的契机，你只需要知道你的战力极其可怕，越级杀人不在话下。当然，如果碰到真正的强者，你还是不足。我刚刚赐予你了2道天地间的超绝剑气，子墨、黄庭，以备不测。多谢前辈。你这小家伙还未找回剑种，就能达到如此天地异象，不愧是剑玉塔选中的人，日后必能达到无上剑神之位。不愧是天地间最强的天赋存在。天生异象，莫非有剑仙降临？如此恐怖的天地异象，难道是我引起的？王家主，王家主，哎呦，王家主，出大事了！你快看，叶家出了什么绝世妖孽，竟然引得如此天地异象！说不定从此以后，京城的天要变了。走，咱们速速前往叶府一探虚实。是叶狼引发了天地异象，我们叶家要一步登天了！我们叶家要一步登天了！剑道煌煌，天生异象，这与我宗苍茫神剑出世，与此天象遥相呼应。来人，赶紧取我虚空镜来！我倒要看看这下界究竟发生了何事。我宗修炼的是星辰剑法，取星辰之力凝集于剑意，这一缕剑气恐怖如斯，居然撼动了诸天星辰，内蕴真意，助我突破之极，到达了11级圣境的后期，绝对有剑仙临世。我李星主一生剑池，必寻此剑仙，跪拜为师，侍奉左右，观其修行。待到他穷极剑道，我亦可鸡犬升天。苍龙在，你说京城叶家来信，送我一份机缘。启禀老祖，确有此事。青城有女名为叶灵，此女为冰天雪魄，上古罕见，世间少有。既如炼剑，必成神铁呀！好，你速速下界接来，待我闭关归来后，亲手锤炼，进献给绝世剑仙。这是传说中的剑玉塔又再次降世。当初他一剑封印诸天神魔，画地为牢，被困于此，眼下又要黄不可终日了。
魔尊生于混沌之间，岂可郁郁久居玄剑之下？我等不妨凝聚法身，横渡时空，趁借于他尚未得主，将他彻底镇压。天地异象，难道我江国又多了一位无双魔师？终于出关了，可惜没能找回自己的剑种，无法拔出剑入塔的圣剑。看来只有先用夜郎刺杀我剑了。姑娘小心，我来帮你。你的境界还没有到达4级玉气境，妖兽凶险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无妨，正好拿他开刀，试试这个隐藏金身境有多强大。这怎么可能？妖兽可是6级通幽境，居然被一剑重创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我乃青城叶家世子。姑娘，这火蟒妖丹对我有用，先去追他了。夜郎，他的功力竟如此深不可测，一剑击败通幽境。他叫夜郎，此子引发天地异象，有剑仙之姿。若是我把苍茫剑送给他，成为我宗的剑道圣子，他能带我宗更上一层楼啊！哎呀，本来想着取走火蟒妖丹给妹妹治病，可惜我修为太差，不及见到这万一，让这火蟒给逃走了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先回叶家吧。天野神草还在叶朗母子手里，这一次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是夜郎，是专案剑妖孽法。夜郎登访，名传上界，必将会被宗门选中。哈哈哈哈哈！夜郎榜上有名，想要再扼杀此子，再无可能了。事已至此，咱们只能顶礼膜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整个青州都被我踩在脚下，从今往后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轻视我。我命由我，我不由天！晚辈见过未来剑仙，恭喜叶家，贺喜叶家！哼，晚辈，这一众家主竟然在我面前称晚辈。想当初叶雪婷风流放荡，没想到她的野种儿子竟然成旷世天骄。我看雪婷也是风韵犹存，哎呀，真后悔当初没把她早些拿下呀！曹家送上灵脉2座，灵药10箱。皇家送上赵玉白狮子1对，洞天福地朱楼1座。这对狮子我们是拜过的，一同孝敬叶家。叶郎，叶郎拜师。拜师？你们想拜未来剑仙为师，不够资格！哈哈哈哈！不过给我们看家护院，我们叶家倒可以接受。以后你们曹王2人，可否为我们叶家鞍前马后？吾乃星剑宗少主吕苍龙，叶郎何在？叶郎何在？出来一叙！出来一叙！吾乃星剑宗少主吕苍龙，叶郎何在？叶郎何在？出来一叙！出来一叙！拜见苍龙少主林氏。起来吧。传说中星剑宗的老祖掌握星辰之法，是当世无敌的剑道巨强，他居然安排宗门少主来我小小青城，我真是为了郎儿，实乃大幸啊！苍龙少主，
夜郎在此，有失远迎，我这就下来。剑气席卷到上界，这是夜郎突破引发的天地异象，才4级玉气境修为，这是何等的妖孽天赋！贤弟啊，不必客气，你有剑仙之资，当来我宗当供奉。更何况你母亲曾在我星剑宗停留数日，素有渊源，你我兄弟相称便可。小弟受宠若惊，有失惶恐。夜郎能跟苍龙少主称兄道弟，那可真是一步登天呐！夜郎不愧是剑仙之资，堪称是咱们倾城之光啊！不过这次前来是要带叶灵去我宗练剑胚，您能看上叶灵儿，是我们叶家的荣幸啊！今日我叶家双喜临门，快设宴，快请上界贵客入座。仙剑之资，惊涛骇俗，能得到仙剑宗的青睐，是我叶家大幸啊！叶郎当为世子啊！先祖在上，叶璇无才无德，难堪重任，从即刻起废除叶璇世子之位，将由叶郎担任，来请诸位共见。我不同意。为什么要废除我哥的世子之位？我哥叶璇为家族效命死战无数，眼下音讯全无，现在废除他的世子之位，天理何在？我孙叶郎剑种觉醒，有剑仙之资，马上就要成为星剑老祖的亲传弟子，叶璇给他提鞋都不配。叶朗超群绝伦，登临苍灵界妖孽榜，得上界垂青，世子之位当之无愧呀！说得好，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得死。叶朗觉醒剑种，有仙剑之资，叶家今后乃为倾城乃至江国第一世家。可叶璇只会拼杀结仇，如此束手，他何时挣来过？要不是叶璇，叶家早被瓜分蚕食，岂能有今日的飞扬跋扈？叶家还真是一群忘恩负义之辈。那也应该等族长出关，我哥回来才对。住口！叶家大事轮不到你放肆。原来她就是叶灵，如此入封扶柳、含苞待放的美人，直接当做剑胚，实在是有些可惜啊。她应该先侍奉我才对。你个贱人，倒是自己来了，还不快见过星剑宗少主大人？哎，繁文缛节就不必了。本少不远万里来到下界，见到灵儿，身上的疲惫是一扫而空，很愉快啊，愉悦呀。既然这样，叶灵儿，还不快把苍龙少主拉去偏房歇歇？我只想知道我哥的下落，否则我哪也不去。你哥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我哥怎么会死？我不信！叶璇，他妄图夺取我获取来的天叶神草。天叶神草，叶郎居然遇到了这等宝物，竟没说给我做见面礼，竟然拿我们一众兄弟当做诱饵，引开妖兽，害得我们差点全军覆没。到头来，他自己反被妖兽所吃，恐怕连骨头都不剩。看来我孙叶郎扳倒叶璇，赢得漂亮。哈哈哈哈！天叶神草一经发现，就该归家族所有。叶璇妄图私吞，残害同族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不会的，我哥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他不会私吞天叶神草。他说过要找回来给我治病的，他怎么会死？啊，小小的剑胚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越看越有滋味啊！为了给你看病，你哥对天叶神草执念成魔，居然把家族抛之脑后。叶璇已死，那就由你替你哥认罚赎罪。我宣布，今日庆典之后，叶灵就给苍龙少主为奴为婢。叶璇世子生死不知，你们不准动他妹妹。况且，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叶郎篡夺世子之位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外门弟子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是凭借实力，光明正大的被众人拥护为的叶家世子。叶璇已死，叶家只有一个世子，那就是我叶郎世子。我倒要看看，谁敢替他出这个头。我来替他出头。我来替他出头。叶璇，你竟然没死！我还没有报仇雪恨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死了呢？哥，你没死，你没事吧？
没事。哥，他们说你私吞天焰神草，背弃家族，是不是在冤枉你？大长老要把叶灵送给新剑宗少主。你们夺我剑阵，毁我丹体，抢我天眼神草，我也就认了。可你们竟然连灵儿都不放过，简直是禽兽不如！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明明是你既懂得剑主觉醒的剑仙之姿，天眼神草也是被你给毁了，你居然有脸倒打一耙！夜郎啊夜郎，如今我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，你竟然还敢睁眼说瞎话，真是无耻之极！哈哈哈！你丹田已毁，武道尽废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还有什么脸面再回叶家？叶璇，你自己也承认你丹田被废，证明叶郎所言不虚，理所当然，你还有什么不服的？叶家、叶隐，我被叶郎亲手杀死的那天，你们可都是亲眼所见，难道要站在这里沉默不语吗？明明是你对叶郎世子动手，还好意思倒打一耙？对呀，要不是叶郎世子处理得当，我们都要被你这奸人所害。叶家，想当年我七进七出，拼死从叶家死敌手里将你救回来，你如今竟然这么抹黑我！叶隐，当年我也只是1级剑修境，一个打10个，击杀了对方的2级剑修境，还拼死抢下一座灵矿，把首功让给你，你如今就这么待我吗？叶家叶乙出生入死，追随你多年，要不是因为你的禽兽行径，还大言不惭的在这里逼问，他们会当众揭穿你吗？哼，叶璇，说到底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亏我这些年不辞辛苦帮他给灵儿医治，没想到他竟坑害同族弟子，私吞家族至宝，刚刚还对最尊贵的客人不敬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我叶璇为家族披肝沥胆，是叶雪琴、叶郎母子谋害于我，你们当下偏听偏信我也就认了，可你们却伤天害理，将我妹妹叶灵出卖给一个外人。我星剑宗随便一个仆人，都是你们下界仰望的存在。你妹妹能侍奉我，那是你们叶家修来的福分。在我眼中，就算是你们整个星剑宗都加起来，也比不上我妹妹分毫。还在让这个人出言无状，这就是你们叶家的待客之道吗？还不处罚？是想等本少亲自出手吗？大胆，住口！叶璇，你贪婪残害手足在前，无理冲撞家族庆典在后，就算是族长在此，你也是罪无可恕。不断捏造，叶郎世子，大庭广众之下让家族蒙羞，今日必让你万罪伏诛！哈哈哈哈！叶璇，看到了，我才是众望所归。你叛离家族，引发众怒，注定穷途末路。来人，叶璇罪大恶极，必须有族规严惩。好啊，看来真理只存在于剑锋之上。既然叶家上下都如此无情无义，那今日我叶璇不再顾及旧情，我当与剑论道，弃我及我家人者，我将以命相抗，杀无赦！杀无赦！没想到丹田被废，居然还有3级气变境界，可惜呀，止步于此了。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所失去的东西一定会亲手夺回来。哥哥不要，你不是叶郎的对手。灵儿不怕，哥哥从来都是勇士，才不怕这些歪门邪道。哥哥，我知道你的为人，但是他们人多势众，叶郎现在已经是4级御气境和御剑飞行，你丹田受损，不是他的对手。灵儿，灵儿，我愿意为我哥受罚，给苍龙少主为奴为婢，还请各位长老对我哥网开一面。灵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来，灵儿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哥哥这次回来就是找他们算账的，你岂能向他们下跪啊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人，灵儿，叶灵是叶郎兄弟送给我的礼物，算什么东西？敢对我指手画脚？要干什么？放开灵儿！敢对苍龙少主出手，先过我这关！你一个叶家的弃子，能让你妹妹侍奉我以示恩赐，你敢忤逆我，找死不成？没错，你妹妹能被苍龙少主看上，那是天降福泽。苍少主，您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当场宠幸了这个贱婢吧。此女还真是香啊！李苍龙，
有种傲雪寒梅、风霜扑面的味道。不过可惜啊，要拿去祭炉炼剑献给老祖，可惜呀！你说什么？祭炉炼剑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已经答应苍龙少主，把叶灵儿做成剑胚。叶灵身具寒毒，活着也是不停的忍受刺骨之苦。把她送给苍龙少主做配件，那她就不用再忍受病痛的折磨。我们这是在做善事。你们这帮畜生！今日我非杀了你们！你不过就是个丹田破碎、没有剑术的废人，而我是未来剑仙，一日内便能达到4级玉气境，想杀我真是可笑。强者总是踩着弱者的尸骨而成功的。狼儿，不如今日你就与他签生死状一战吧，看是他杀你，还是你杀他。好，正合我意。叶璇，你可敢跟我签下这生死状，与我生死一斗啊？夜郎世子剑仙之资，别说倾城，恐怕整个江国的年轻一辈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叶璇丹田破碎，废神一个，签生死状就是为了名正言顺的杀了他吧？叶璇，你不是对我嫉妒若狂吗？你不是对我怀恨在心吗？那你倒是跟我签下这生死状，与我生死一战呢？好，跟你签。不能签，他们想借机除掉你。灵儿，放心吧，哥哥不会有事的。不就是一个生死状吗？我已经签了，我说过，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会亲手夺回来。叶璇本该就是罪无可恕，既然已经签下生死状，那你就以叶家世子诛灭这个家族败类，清理门户。叶璇和叶郎实力本来就是天差之别，现在叶郎又有游龙剑在手，叶璇死定了。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得死。叶璇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活该被他们大长老叶苍算计。灵儿，发簪借哥哥一用。哥哥，叶郎的修为高出你一大截，还有大长老的游龙宝剑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我愿意做剑胚，你停止决斗好不好？闭嘴！贱人还敢阻拦！叶璇，你不是一心想保护你的妹妹吗？我刚才打她了，你倒是跟我决斗啊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真当我怕你不成？叶璇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狼儿，你今天必须给我杀了他！叶璇，受死吧！九龙虚影啊！九龙虚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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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剑仙之姿果然不错。老夫7级神河境，就算放手一搏，也只能催发出五龙同朝的景象。没想到叶郎竟然催发出九龙虚影，难道这是剑意通明？何其的恐怖如斯！不愧是剑仙之子，竟能直接御剑，发挥最大的潜力。叶璇不死太惨了。哥哥小心！扫清不平，我唯有一剑。叶璇，受死吧！杀！狼儿！这怎么可能？我说过，扫清不平，我唯有一剑。叶璇被挖走剑爪，我亲眼看到他丹田被我儿一剑绞碎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战力呢？狼儿啊，太操之过急了，加上对游龙剑不熟悉，对付区区一个叶璇，何须用上九龙虚影？才导致元气大伤，反而没有使出剑仙应有的实力，才会被叶璇趁虚而入。剑仙？哼，再厉害的剑仙也得经过生死锤炼。这个叶璇不错，竟能有隐藏境界金身境，
叶朗，你已经输了。哥哥，你赢了。你和你母亲丧尽天良，不顾温情，将我赶尽杀绝，甚至还打我妹妹的主意，恶有恶报。叶朗，现在你的报应来了，是时候归还我的先天剑种了。先天剑种都是跟本人浑然一体，哪里有挖的道理？不知。要拦我？没错，众目睽睽，叶家世子岂能容你残害？生死契约已签，他叶朗就该随我处置。叶璇，这么多年我这个当姑姑的，为给叶灵治病，我是煞费苦心。众所周知，这么多年我对你也是视若己出，有目共睹。这样恩将仇报，说到底，你就是想侵占叶郎的剑种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今日这生死一战，若是我死了，我便皆大欢喜；但若是他输了，就全部作数，对吗？叶璇，你丹田破碎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武功尽失，而叶郎，他是旷世天选，不久就会为我们叶家争得无上荣耀，你也配和他比？是啊，是啊，叶朗关乎叶家未来，不能杀，不能杀。叶璇，看到了吧？这么多人都在拥护我，你是不可能杀我的。叶璇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！今日看来我要亲自动手清理门户了。就算族长知道，我也是为了叶家远大前程。倚老卖老是吧？好啊，今日谁若敢以强压我，我必一一接招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立于天地间，岂惧强权？受死吧！杀！你也敢跟我斗，简直找死！今日我就用带鞘之剑废了你，剑气滚龙地！此剑招攻防一体，剑气霸裂层出不穷。苍果然是叶家的大长老，若不是头剑在跳，这叶璇连3个呼吸都撑不过。叶璇的爷爷毕竟是叶家族长，叶苍不好自己赶尽杀绝。不过，此招用剑气搅碎叶璇岑氏经脉，将其废掉，才是轻而易举的。叶璇居然和大长老旗鼓相当，大长老可是7级神河境1重天，叶璇跟他对拼，居然毫发无伤。叶璇不是没有了剑种吗？怎么还这么厉害？怪不得你敢对老夫亮剑，原来竟有如此实力，剑意通明不说，还敢积蓄剑势，难怪狼儿会败在你的手里。我用发簪亦有后手，叶苍，今日你保不住叶郎，我要取他剑种，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难不住我。叶郎乃是叶家的嫡系，他的名字早就刻在叶家广场的白玉柱上了，想代代流传，你没有资格私自挖他的剑种。叶郎的生死关乎我们全族，要挖也是族长来挖。是啊，族长入关前特意交代不允许死斗，你们签的生死契约做不得数。族长一心为了叶家兴盛，向来惩恶扬善，断不会允许你们胡作非为。爷爷曾经告诫过我，修行者当怀天下之心，负天下不平之事，无愧于世间，无愧于世人。爷爷要是出关，他一定会为我主持公道的。公道，我们全族攻你便是公道。杀叶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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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造字！啊！谁敢造字？恭喜族长！恭喜族长入关，踏入九级秘境。众人起身吧。我观小友身具星辉，可是来自上界星剑宗？我乃星剑宗少主李苍龙，见过白眉族长。您当年进献的那枚天外星陨，家族甚是喜欢。不过，您先处理好您的家事，我的来意稍后再说。你在我叶家本府为何会受伤啊？
族长是叶璇亲爷爷，搞不好就要翻船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族长，叶璇想要残害同僚，想要夺取夜郎的剑种，一看便知。明明是你继承剑种觉醒的剑仙之子，天野神草也是被你给毁了，你居然有脸倒打一耙！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所失去的东西一定会亲手夺回来。爷爷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他们这是在断章取义，颠倒是非啊！没错，爷爷，他们甚至想把我送去星剑宗做剑胚。你继续说。夜郎还逼哥哥签下生死契约，幸好哥哥赢了。有这回事吗？族长，生死契约确有其事，不过那都是因为他叶璇诬陷我。况且我刚坐上新世子之位，理应立威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全大局啊！我和众长老推举夜郎成为世子，程颖时已经向您说明一切。星城同贺，星剑宗光临，这足以说明夜郎的潜力。除了以上2件事情，其余的事情都是叶璇兄妹杜撰的。哎呦，族长，我觉醒剑种之事，人尽皆知，他叶璇仗着是您的孙子，胡作非为，他要拿走我的剑种，还请族长为我做主啊！一派胡言，全都在撒谎。体内的剑种我能感受到，那就是我的。胡闹！他体内的剑种怎么会是你的呢？那是因为他和叶雪琴联手起来害我而夺走的。污蔑，全是污蔑！不仅如此，此前的天降异象也是因我而起。笑话！你一个丹田破碎之人，如何能引发天地异象？就是胡搅蛮缠！你简直把我们一群人当成睁眼瞎了吗？我们亲眼所见，是夜郎世子引发的天地异象。你现在还有何话可说？剑种一事，休得再提。这是家族的疗伤圣药，可以治疗你的伤病。爷爷，多谢族长。族长，有您在，我叶家一定会飞黄腾达。叶璇，你伤我之事，我暂且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我之间破冰前嫌可好？绝不可能！不夺回天眼神草，不让这些欺负我妹妹的家伙付出代价，我叶璇今日誓不罢休。叶璇，你虽然是我的孙子，也得为家族着想。你怎么能视夜郎为仇寇，咄咄逼人？将来你要是坐上族长之位，岂不无法无天，杀兄弑父吗？是啊，族长，叶璇屡教不改，应该加以严惩，以儆效尤。叶璇罪有应得，本族长绝对不会偏袒。我何罪之有？生死契约，我赢得堂堂正正，明明是他们这些人在颠倒是非。爷爷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你还敢顶嘴？罚你在黑牢里面面壁思过，10年不得外出。爷爷，你冤枉哥哥了。没想到我的亲爷爷竟然妄奏曲直，偏听偏信。既然如此，我叶璇不服。我首先是叶家的族长，其次才是你的爷爷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请家法？族长有令，叶璇，你还不跪下受罚？这不公平。我不会跪。狂妄！叶璇，你竟然连族长之令都违背，你这是藐视族规，罪加一等。我藐视族规？族长闭关，我叶璇一人带领叶家部众浴血奋战近100次，方才有了如今这倾城与曹王2家鼎足而立、分庭抗礼的局面。还有，我叶家本就是孤寡残弱者众，也是我散尽家财、分盖庭院，才使得这些人老有所依，安享晚年。灵儿身患重疾，久病不医，可叶家药材极为紧缺，还是我历经天下山川，收集了各种名贵的药材，才使得我叶家药库充盈。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在场的哪一个没有为叶家出过力？哪一个没有为叶家流过血？你已铸成大错，为何还要强词夺理？死性不改呀！族长，您终于出现了，一定要帮叶璇兄妹他们主持公道啊！族长，就是夜郎加害叶璇，他还要把叶灵送给新剑宗少主。哦，说的没错，叶灵有资格做我的侍女，我夜郎兄弟剑仙之资，可来我星剑宗当供奉，礼尚往来，有何不可呀？叶灵，
能跟着李苍龙也是好事。他的病也许在上界可以治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不想离开叶璇，跟着他心口雌黄，简直就是被他全给带坏了。爷爷你好生糊涂啊！怎么连你现在都会讨好那个新剑宗啊？大胆女子，还敢在那胡言乱语！那我今天就给你上家法！叶璇穷凶极恶，残害同宗，此为罪一；冲撞贵客，颠倒黑白，此为罪二；无恶不尽，藐视同族，此为罪三。今日我就打你108鞭！族长，叶璇是冤枉的。住口！再说出一句，我连你也打。爷爷，追魂鞭能够追魂夺魄，有108鞭呢，哥哥会被打死的。那他也是咎由自取。好小子，宁死不屈，倒也是硬气。我闭关虽然境界有所困境，但不为真正渡过冥界。这小子竟然搅动了气海不宁。灵儿，灵儿！这可是命境炸能亲手拷打，叶璇竟然能挣脱开来，你信吗？毕竟是叶璇的亲爷爷，身为族长，他也为难呐。不过叶璇这小子还真是有些古怪，看来此子已成气候。叶璇叶朗，没想到我的叶家有2位天骄啊！他天资卓绝又怎么样？他天资这么高了，还要贪图叶狼的剑种，简直无可救药。叶狼，剑种我不要了，但是给我妹妹治病的天眼神草，赶紧还我！我叶狼有剑仙之资，人尽皆知。为了所谓的剑种争斗不休，传出去只会让家族蒙羞。罢了，叶璇，那我就把剑种给你，但是天焰神草你就别想。族长，请您亲自动手取出我身上的剑种，这是我输给他叶璇的。叶狼，到这个时候你又在闹什么？取出剑种何须劳烦族长？自己来取，自己来取！叶璇，要干什么？我都要把剑种给你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族长，我都答应把剑种给叶璇了，他还要杀我，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，他却如此恨我。族长，请您给我一个公道啊！这个叶璇不孝子孙，差点害得我重现冥界。我叶家可以没有剑仙，但是不能没有公道。如果再让叶璇这样耀武扬威，恐怕会寒了所有叶家弟子的心呐。叶狼，休要在这里装腔作势了。灵儿伤势这么重，完全都是拜你所赐，而你短时间内竟能有如此突破，我想肯定是你独吞了天眼神草。叶璇，你同是曹哥，私心太重。我要是让你今天杀了叶狼，我还有何颜面做着叶家族长？你还不跪下领罪？你身为族长，奸小暗大，恩怨不明。灵儿伤势这么重，你却还在这里强调族长的威严，你有什么资格向我问罪？大胆女子，你还在这胡言乱语！既然叶家如此无情无义，今日我就带着灵儿离家出走。你们不治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自己想办法给他治。但从此以后，我与叶家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叶璇，你的一身修为都是叶家所赐，你吃着叶家的饭，喝着叶家的水，修着我叶家的功法，当初更是我一手扶持你做了世子。你现在修为高了，翅膀硬了，正是要为家族出力的时候。你要一走了之，舍弃家族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不孝的子孙？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为了家族呕心沥血，才被众人抬上族长之位。你是成了我的余荫，才当了世子。再说了，叶灵的寒毒已深入骨髓，药石难医。要不是家族的资源供给，他早就撒手人寰了。7号仙草，90段石膏，都装满了。
好啊，谢谢各位领导。叶家从倾城未没到如今在青城龙腾虎踞，靠的是我倾尽心血、拼死苦战换来的。就连灵儿的病，也是我费尽心思搜罗药材，为她全力医治，并未取用叶家分毫。我对叶家并无亏欠。胡说！你有今时今日，全是靠着家族，甚至你丹田破碎还能侥幸保一命，都是靠我叶家祖上庇佑。你竟然敢想着跟家族划清界限，狼心狗肺！你叶家，今日我废了你，彰显叶狼，保住我叶家兴盛。外界若为祸一方，便败坏我叶家名声。今日我必镇压你这不孝子孙，还不跪下！操！叶白眉这老家伙竟然动真格了，硬是下死地狱！既然毫无天道可言，今日就亲手杀出一片天！这怎么可能？叶白眉竟这般老奸巨猾，不惜以自身为台阶抬高叶璇，这也算两人这般声势浩大的演戏，莫不是让叶璇继承族长之位？我刚才感到一股不寒而栗的气息，来源就是叶璇，他身上多半有什么秘密。叶璇，你抗拒家法，视为背叛叶家，伤及叶家，便是自绝于宗祠，自绝于列祖列宗。既然如此，今日我便杀了这个叶狼，并且我认了这些罪。我要让你们知道污蔑我的后果。叶璇，叶璇，你当真是疯了吗？你真的连族长都不顾及了吗？他可是你的亲爷爷呀！之前你们要杀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顾及到他是我的爷爷？后来爷爷出现要汉人杀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他是我的爷爷？他叶家族长的命是命，难道我和灵儿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苍龙少主，您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苍龙少主，按着。叶璇，我乃兴剑宗未来供奉，苍龙少主也已认我做了小弟。虽然这些叶家的家事他不便出手，但是你已经叛离了叶家，又屡次对苍龙少主不敬，他杀你那是名正言顺。叶璇，我对你这道剑气倒是挺感兴趣的，告诉我怎么来的？我给你个机会，改姓，成为我的儿奴，投入我李家门下。一步登天了呀！寻常修士若想置身上界，大都是因为超群异类被上界宗门选中，可入仙宗者凤毛麟角，更不用说成为上界仙宗的嫡系家奴了。这真是大造化了呀！这才是真正的改换门庭、脱胎换骨啊！叶璇，叶家有眼无珠，我看你也是失望至极。只要你投入我兴剑宗李家门下，我帮你把这叶家所有人都杀了。叶璇，事情扑朔迷离啊，我们可能错怪你，你不能往心里去，置我们于不顾啊！求他作甚，当众打伤族长，甚至要杀我叶家天骄叶狼，动摇叶家根基，数典忘祖，不配做我叶家人。你们夺我剑种，取我性命，还肆意践踏我的妹妹，逼到这种地步，而如今你们还有脸攀亲带故？这么说，你是同意了？不，还不配！什么？你竟敢拒绝本少？你可知只要本少出手，别说区区一个叶家，就是整座青城也是灰飞烟灭。与我何干？你杀你的人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你打我妹妹的主意，我同样不会放过你。是吗？我好怕呀！你妹妹注定沦为贱种，而你，在我眼中也不过是大点的蝼蚁罢了。那就试试看，看我能不能杀你！整个下界都承受不起这个后果。叶璇这小子真是不知死活，敢对您出言不逊，连带我们青城搁这遭殃，还请苍龙少主取回剑胚，为我们叶城除害。请苍龙少主出手，为叶城除害。叶璇，你看到了，只要我随便一开口，你就成为了众矢之的。不过
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痛苦，我会把你带到上界的星剑宗，我要你亲眼看见你亲爱的妹妹被我百般折磨致死，是吗？来吧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狂妄，竟然主动战我！都不要插手，看本少亲自取他性命！居然被4级玉气境的蝼蚁所伤！要不是夜郎兄弟觉醒的剑种，我还以为你才是剑仙呢。不过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是时候让你们这些下界的蝼蚁开开眼界了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！我星剑宗高居上界，9重宫阙，坐营剑道星河，共营星辰37621颗，用星辰之力凝聚剑影，星辰不灭，我的剑意就连绵不绝。叶璇，你不是大放厥词说要灭我星剑宗吗？怎么就这点能耐呀？剑道星河是星剑老祖的先人之笔，是难以企及的神话传说，岂是叶璇一个宵小所能撼动的？夜履星辉就是他一辈子的望尘莫及，更不用说苍龙少主背后是整条剑道星河。叶璇，你真是夏虫不可语冰啊！你连把像样的剑都没有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还敢对苍龙少主动手！灵儿，叶璇，你妹妹的命现在就在我手里，你要是有能耐，就打破我的防御，否则你得眼睁睁的看着她被我折磨致死。苍龙，你找死！没想到如此大的波动，真是蕴含了天道的威严。没想到夜郎在引发天地异动之后，竟然这么快就驾驭了绝世剑气。夜郎，是你吗？黄庭剑气，蕴含天道法则，看来介于他有了剑修塔主，就更难对付了。凡人有欲，必有破绽。我等只需静待时机，放出剑与塔中的魔尊便可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只要我剑道星河永在，你就休想伤我一根汗毛，你就只能看着你亲爱的妹妹被我折磨致死。剑道星河在何处？一切指一处位置。今日我便让你看看，我叶璇是如何一剑破星河。这就是你死到临头的反击吗？简直是狂犬吠日！你想笑死我吗？啊！剑道星河，即使是上界修士，也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。我就是告诉你，又如何？剑气，黄庭。一道虚无缥缈的剑气，马上就会消散。叶璇，你连苍龙教主都无法伤及分毫，还妄想撼动星河剑道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灵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肯定是我家老祖闭关，顺便淬炼剑道星河，我这才无法调动星辉剑气。于苍龙，还有什么异证？叶璇，你倒是走运，我本不想打扰我老祖的清修，
请他的星辉法阵，但是你很让我不爽啊！有幸见识我的遮天手段，你也是死得其所。老祖法身，老祖法身！星剑宗老祖李星主的星辰法身散发的威慑恐怖如斯，恐怕片刻之后，你我都得七窍流血而死。叶璇，你想让整个倾城为你陪葬吗？苍龙少主，我等对你可是顶礼膜拜啊！求你高抬贵手！聒噪，一群蝼蚁吧！好。我们都是被叶璇连累的，老夫就算死也不会放过他。我的大好景致都要被叶璇葬送了，我还要着觉醒剑仙之姿的剑种，又有何用？叶璇，你看什么叫天与渊之别，什么叫令如讨剑？我就是凌驾在这众生之上，我要当着你的面将你妹妹踩死，将整个倾城都毁掉。你又能如何？李苍龙，胆敢伤害灵儿，我定要你百倍奉还！无知，还在出言不逊。虽然你的妹妹身死不影响做剑胚，但终究不再是鲜活的剑胚。灵儿，剑道星河断裂，星辰爆碎，我闭关不振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新剑宗到底招惹了何方神神大能？啊！竟然是剑气所致，难道是绝世剑仙？莫非他注意到我新剑宗？一剑斩落日月星辰，这种出手只是略微提醒。看来我得要尽快修复星河。要是让绝世剑宗知道我的修为为此而废，那岂不认为我太废？为奴为婢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说起来，是不孝子孙在这个节骨眼上凝聚我的法身助阵，事后我绝不轻饶。灵儿，这怎么可能啊！李苍龙，剑道星河我已斩下，那先祖的法阵不好使了。李苍龙，还有什么花招？尽管使出来吧！我不能死啊！我死了的话，整个星剑宗就会来彻查，你们倾城都要给我陪葬的呀！叶璇，你不能对苍龙少主不利。我们好不容易挨过了灭顶之灾，你不能为一己私仇坑害倾城百万生灵啊！你有本事就杀到星剑宗去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可别拖累了我们呐！诸位，只要你们救我一命，之前那是既往不咎，我还送给你们倾城一场大的造化。叶璇，你妹妹的命我也不要了啊！叶璇，你和我叶家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不能对苍龙少主不敬，不能为了你的妹妹毁我倾城叶家的基业呀！你不顾孙女生死，如今有何脸面要求我放过李苍龙？你懂什么？我是为了叶家的永盛啊！苍龙少主，叶家今天多有得罪，青年海涵。今天叶璇已被我赶出叶家，自生自灭，我们叶家上下将会恭恭敬敬把您和叶灵一并送回上界。还是叶族长深明大义，叶族长深明大义，真是笑话！你们这般蝇营狗苟，可曾问过我手中之剑？哼！叶璇，你竟然杀死了苍龙少主，你这下闯了大祸了！叶璇，
你真是个麻木不仁的畜生，搞不好整个倾城覆灭都平息不了星剑宗的怒火。叶璇，你必须跪在这里，等着仙剑宗来兴师问罪。你的彻底完了，就算继续不杀我，星剑宗看到那封外帖，也会把苍龙少主的死错怪到我头上，到时候我首当其冲啊！明明是李苍龙漠视众生，在星辰变身之下，是我把你们救了出来，而你们如今却恩将仇报。众目睽睽，是你冒犯了苍龙少主，你还敢狡辩？是夜郎出卖了灵儿，才引得这个李苍龙闻讯而来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哥哥，星城真的会覆灭吗？灵儿，放心吧，星河剑道已被哥哥斩断，他们现在削住绝根，根本就不敢再找倾城的麻烦。夜郎，你该付出代价了。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叶璇，你是世子，我夜郎从今往后对你唯命是从，马首是瞻，你可千万别杀我呀！叶家夜郎为剑仙灵师，由苍茫剑主引荐于反应尘世，愿赠于此剑，拜夜郎为剑道圣子。苍茫剑宗啊，我叶家有救了！夜郎，倾城的叶家剑种觉醒，剑仙之姿，更是以3级气变境一剑击败了6级通幽境啊！天地异象，我宗苍茫神剑出世也是因他而起的。正是，我在虚空境中亲眼所见，苍茫神剑有灵性，已经感应飞往了下界。我已追加我宗敕令，一并送给清晨的叶家。叶郎可是万年难遇的剑道天才呀！战铁长老，你一向为人处事直而不放，这次你亲自带着礼物去趟清晨的叶家，一定要以礼相待叶郎，把他带回苍茫剑宗啊！是，定不负掌门所托。苍茫剑宗乃是上界第一剑道宗门，就算星剑宗也是稍逊一筹。叶郎竟成为剑道圣子，被赐苍茫神剑，乃是我叶家大幸。叶郎获此殊荣，登峰造极，星剑宗肯定不会为难他，和苍茫剑宗为敌啊！叶家若是因此和星剑宗相安无事，说不定整个倾城都能化险为夷了。我倾城各世家愿供奉叶家，为叶家服用，求叶家庇佑。倾城叶家有此神剑庇佑，必能大兴百年，万年长青。诸位，请随我一同拜此神剑。苍茫神剑，不愧是传说中苍茫剑宗的镇宗宝剑。苍茫剑宗倒是舍得，可惜落到叶郎手里，无异于焚琴煮鹤。叶璇，你不参拜此神剑，是想失去苍茫剑宗的庇佑吧？我以家族族长之命，你和叶郎之事一笔勾销，你们两个同为世子。哼，我没兴趣。这是族长的缓兵之计，叶璇真要抱起杀人，一时间无人能治。叶璇世子，你不要冲动。叶璇，你已经结仇了星剑宗，难道还要得罪苍茫剑宗不成？不要杀人，天地不可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叶璇，有苍茫神剑佑，杀不了我。叶郎觉醒了仙剑之姿，没错。苍茫神剑的金光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叶璇，你根本不配跟他作对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。叶璇，还不给我跪下求饶！叶郎圣子能调用苍茫神剑，看来叶璇只能认罪服诛，大卸八块了。叶璇作恶多端，昨天叶郎圣子乃天命所归，足以为京城除害。叶璇，你几次对叶郎出手，就是坏我叶家的根基，还执迷不悟，此番留你不得。
二水剑，杀了他吧！叶璇，仅仅是苍茫神剑的一道圣光，就能让我境界飙升。若是用它杀你，恐怕轻轻一挥，你就会变成粉末。今日必死无疑！怎么会这样？神剑怎会离我而去？哼！神剑认主，还敢不服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神剑认主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才是神剑之主？叶朗，神剑以认我为主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叶璇，剑道圣子的宝剑，岂能是你染指的？简直找死！孽障！你重创苍龙少主，你闯下弥天大祸，现在居然还敢抢夺神剑！你要是敢动叶狼一根汗毛，这世上就再无你立锥之地呀！叶狼这种欺世盗名之辈，又怎可堪当剑道圣子四字？今日我用此剑斩贼，才是真正的惩恶扬善，谁也别想拦我！叶璇，我可是你的亲姑姑，你要是敢伤狼儿，有本事你就先杀了我！你们为了剑主，不惜害我致死。从你下毒害我那刻开始，咱们就已经没有亲人关系了。现在还想在这里妖言惑众，闪开！你啊！叶朗，放肆！你是何人？竟然敢冒犯我苍茫剑族的剑道圣子！快快住手！哼！你是何人？苍茫圣剑为何在你手里？叶璇，你持苍茫神剑，报仇雪恨。岂有此理！我携礼而来，就是为了要赢回我苍茫剑宗的剑道圣子。你夺剑不说，还想杀人泄愤，这是要与我剑宗为敌吗？长老救我！长老，我是剑道圣子叶朗。这叶璇他疯了，他夺走我的苍茫神剑不说，还要杀我！我娘已经被他害死了。叶璇，我苍茫剑宗与你无冤无仇，把神剑还来，并把事情解释清楚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我叶璇一生行事，无需向任何人解释。还剑可以，但是叶朗必须死！放肆！还想伤我宗剑道圣子？我今天不仅要取回神剑，还要将你彻底镇压！神剑回鞘！说说，苍茫神剑做了什么？我并没有对他做什么，这苍茫神剑是主动跟我的。胡说八道！这苍茫神剑上万年未曾认主，就是绝世剑仙，也得有一定的机缘才能跟神剑有所感应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长老，这苍茫神剑生来就与我有所感应，结果不知为什么到了他叶璇手中，他一定是使用什么邪术。是啊，长老大人，叶璇还差点杀了苍龙少主，明摆着就是跟那些邪门歪道有关联呐！行剑宗之事，稍后再议。我现在必须将苍茫神剑夺回来。你这所谓苍茫神宗的苍茫神剑，压根儿就不稀罕。你若想要，自己拿去便是。你肯还剑，说明你还有救，速退去！再敢伤我们剑道圣子，休怪老夫不客气。苍茫神剑为何对我这般抵触？老夫11级神剑竟无法撼动，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。叶朗，是时候算我们这笔账了。竟敢伤剑道圣子，找死！你说的神剑认主，居然是真的！我早就说过了，天降异象是因我而起，而这个叶朗体内觉醒了剑仙之姿的剑种，也是我的。你不过隐藏境界金身剑，却能败
魔宗剑道圣子夜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长老，您不要被他蛊惑呀！叶璇，他学的是邪门歪道，他根本不能以常理度之。他刚才还伤了我的亲外公叶白眉，下界最强9级命境都能伤到啊！对，我们可以作证，叶璇确实伤了白眉族长。难道是域外天魔再次祸落人间？叶璇是被夺舍了吗？叶璇，怪不得你不惜斩杀星剑宗的少主，看来你早已走火入魔，丧心病狂。那个苍龙少主人面兽心，跟夜郎一样，我这么做也只是除恶务尽罢了。怎么，战铁长老，莫非助纣为虐吗？好啊，叶璇，你竟然暗中操纵神剑，偷袭圣子，事到如今，万万容你不得。鼠子，开剑潮！开剑潮！叶璇，你毫无人性，魔气横生。夜郎小剑仙可是你的亲族，你居然痛下杀手，怪不得心理壮汉。你阴险狡诈，贪得无厌，假意还剑，却趁人不备偷袭圣子，妄图夺他的神剑和剑种，你恶贯满盈，这就让你尝尝万剑传心的滋味。哥哥，叶璇，你就算是有苍茫神剑加持又如何？苍茫宗长老都出手了，你还不是像一个丧门狗？战铁长老可是11级圣境啊！剑招堪称灭世，对付叶璇就像是泰山压卵，千里招招，他完全是咎由自取。我的剑潮席卷你的全身，都没有将你化为劫灰。看来又是苍茫神剑在作怪。苍茫神剑只能护你一时，你该服猪了。族长，他才是真正的剑道圣子。圣女大人，你下界历练竟然亲自过来了。叶璇是绝世剑仙，难道我真的误会了我孙子？参见圣女，参见圣女，参见圣女。江湖无双国师韩兰秀，传闻她尚且年幼就去了上界，没想到现在是天下第一剑道宗门苍茫剑宗的圣女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颜若惊鸿，气度不凡。圣女，我们苍茫剑宗的圣子分明是夜郎啊！逍遥子掌门还特别嘱咐我要理性3分。恐怕此时有所误会，引发天地异象的人正是我身边这位，他是未来的惊世剑仙，乃我亲眼所见。在我来之前，逍遥子掌门曾告诉我，他用虚空镜目睹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。圣女，您说笑了呀？引发天地异象的不是我吗？对呀，圣女，叶璇妄图杀害圣子夜郎，要抢夺苍茫神剑，所以我才出手镇压的。战铁长老，苍茫神剑乃是我宗剑派圣物，极有灵性，非剑仙之资不可染指。但他却更认叶璇，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身份吗？不是圣女，我说您搞错了吧？叶璇他就是个废人，我念及同族之情，所以才被他所伤。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呐！我与叶璇并不相识，但他却对我拔刀相助，足以见他人品。他曾一剑重创6级通幽境的妖兽，足以见他实力。至于你说的，并非像……怎么回事？圣女怎么会帮叶璇说话？这不可能！叶璇，在你走后，我在聂海又搜寻了一番，好不容易找到那只受伤的火蟒。我见你径直追杀它，我就想到这枚内丹应该对你有用，就当是报答你对我的救命恩情。还有这柄剑，这火蟒腰带的确是我急需之物，只不过这把剑确实造成了很大的误会。这把剑是仇人夜郎的，他想用此剑杀我。在下叶璇，
原来如此，我们都弄错了姓名。实在是多有得罪，圣子叶璇，勿怪，老夫这就给你赔礼道歉。无妨，只是误会罢了。更何况刚才你使那些招数，对我产生了很大的感悟。你们还送我火蟒妖丹，来帮我救治灵儿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哎呀，璇儿，原来你是觉醒了的剑仙之子啊！你说的都是真的呀！叶朗，你才是始作俑者，让我一直错怪了。叶璇，叶璇才是真正的剑道圣子，未来的剑仙。那我们是不是得罪了他了？都怪叶朗误导了我们。大长老，你快帮帮我呀！大长老，你自作孽不可活，罪恶滔天，理应在族长面前受罚。然而，之前一直是我错怪了你，我这就拿下叶朗为你出气。不必，自己来。叶朗，今日就用你之剑取出剑肘，让你知道什么叫自食恶果。我感受到我孙二里苍龙的气息，他人何在？是谁干的？怪不得苍龙少主请了星辰法阵消散，原来是老祖亲自来了。这下叶璇死定了。安澜秀拜见新剑宗宗主。参见宗主，参见宗主。你们苍茫剑宗居然也在，这倒热闹了。老祖救我！这个叫叶璇的，他要杀我呀！临危化石，起死回生，当真是神仙手段。老祖，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，他就是叶璇。老祖，身上的剑爪缺显了剑仙之姿。叶璇，他要夺走我的剑爪。苍龙少主为了救我，被叶璇所害。老祖，你不能放过他呀！看来叶璇跟李苍龙结了仇怨，李星竹的子孙众多，但他还是会借机掀起滔天之怒，好向我苍茫剑宗讨论说法。叶朗，受死！叶朗，既如此，今日我便用这苍茫神剑取你体内剑肘，取你剑肘！上界之中有天剑、道剑、神剑、不朽之剑，老夫也无从见过不朽之剑。这剑肘能与睥睨天下的神剑分庭抗礼，必然是觉醒绝世剑仙的剑肘无疑。剑肘可以一戳，将这叶朗撞回了新剑宗。岂是我的囊中之物？你这下界蝼蚁，伤及武孙不说，居然敢对未来剑仙不敬，还不住手！星主老祖，叶璇是我苍茫剑宗剑道圣子，此事是李苍龙他先陷害叶璇的亲妹妹，有错在先。此事可否从长计议？星主老祖，我宗特赠苍茫神剑庇护叶家，愿意备厚礼赔礼道歉，您老可否网开一面？剑道圣子才被奉于苍茫神剑，你们苍茫剑宗有眼无珠，这个叶朗才是真正的小剑仙，早已拜入我新剑宗。这个叶璇必须得死，就算是逍遥子来了也不顶用。老祖英明，叶璇，就凭你也敢跟我争这剑道圣子之位？不过无所谓，苍茫剑宗本剑仙不稀罕。叶璇小心！叶璇，一根手指就把你打倒，就凭你也敢跟我斗？叶璇，你不是很狂吗？啊，你敢对我家老祖言语不敬？你继续指出意见啊！你不是要斩我们家剑道星河吗？剑斩星河，这个叶璇不可能施展如此惊世手段，怎么可能境界如此低微？星主大人，苍龙少主施话的时候，苍茫剑宗的2位还没来，
是我叶家子孙有所冒犯，我这个当族长的愿意担责。你堪堪抵达命境，不配与老夫讨价还价，宁可错杀千万，不可放过一个。今天我要血洗清晨，好让下界知晓我新剑宗的威严不可冒犯。那我们岂不是还要跟着倒霉吗？对呀，我叶璇，先回苍茫剑宗，休要自长恩，一定公你。叶璇，此地十分凶险，你先走，我们为你辩后。不，我不能走。这个李星主扬言要大开杀戒，现在我若是走了，整个京城将万劫不复，生灵涂炭。等你掌握剑种，四角俱全，到时剑玉塔上的所有剑，包括三把神剑，都能与你共鸣，任你调用。只有我融会剑种，能动用剑玉塔上的剑，才有一战之力。只有我融会剑种，能动用剑玉塔上的剑，才有一战之力。我封命自身10级超凡剑修，重新红尘历，左右我变成了圣人主，今日倒可以解除禁制，众星一战。你别过来啊！你是苍茫剑宗圣子，我是仙剑宗供奉，干嘛非要争个你死我活的？你要是敢动我的话，老祖他会让你灰飞烟灭的！别动我！叶璇，你真是胆大包天呐！啊，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这么贪婪，已经在抢夜郎的剑种。哼，你就算是抢到了剑种又如何呀？不过就是升到5级凌空境，依旧是不自量力。求星主老祖出手啊！叶璇抢夺剑种，杀死夜郎，为此我们还得罪了上界圣宗。叶璇，你误我叶家呀！老祖，杀了叶璇，苍茫剑宗就没有跟我们作对的理由了。叶璇的那个弱点呢，就是叶灵，那个绝世剑胚啊！老夫突然想到，应该是李苍龙召唤了我的星辰法身，紧接着我宗星河卫士暴露被斩，恐怕这是你们苍茫剑宗早有预谋。既然如此，你们都去死吧！叶璇，交出剑种，准你自裁！不要以为你们修复了剑道星河，便可以无法无天了。等我剑种归位，别再想作威作福，给我放了灵儿！痴人说梦！我家老祖杀你，如屠猪狗！叶家众人，还有清晨想活命的，快跟我向星主老祖跪拜求饶！族长，你别偏袒叶璇了。大难临头，只有我能保下整个叶家。生杀予夺都在别人手里，为有何用？叶璇才是真正的剑邪。有苍茫剑宗在，我们叶家未必覆灭。一个老东西，都被打残了还替他说话。叶璇，你不肯交出剑种，也不管你家妹妹，还能护你们叶家不成？用我妹妹威胁我，我要让你们整个万剑宗万劫不复！
就凭借你这10级冲犯境的修为，别想拦我！雪儿坚持融合剑种，肯定有他的理由。我要助他一臂之力。好匹夫，你受了伤，境界已低劣到9级命境，还敢自不量力抵抗我的剑道星河！老夫燃烧精血，上河一战！叶璇，你的后援不怎么样啊，拿什么跟我们家老祖斗？再不让你生不如死！老夫还在喘气，叶璇不死，我叶家就不会覆灭。老夫就舍了这条命又如何？呀！不自量力！是你个废物啊！你爷爷把命都豁出去了，你剑种还没吸收完。哼，要我看，这剑种就应该是夜郎的。你这所作所为，就根本是鸠占鹊巢，恬不知耻。你们苍茫剑宗真是冥顽不灵！轩儿，坚持住！呀！叶家的男儿死一死，俺绝不能认怂！爷爷，剑来！啊！剑沉浮，剑破苍穹，这是不朽之剑要出世啊！此剑竟能开辟前往神域的通道，恐怕要比传说中的不朽神剑还要强大。竟然是一把神剑，直冲元霄，破开苍穹，就连神天宫殿都被削掉了一会儿。难道是不朽之剑？不朽之剑，3千余年未曾见，究竟是何人敢动用此剑？叶璇，你爷爷已经死得不能再死，你妹妹也是半死不活。你叶家大长老带着家族众人匍匐在我星剑宗的脚下，又能怎样？
你说的剑来又能改变什么？3尺微命3尺剑，为天起誓不平人。哼！杀你们足够了！杀你们足够了！叶璇居然真的引来了一把剑。叶璇，连苍茫神剑都被你消耗掉了，你拿把破剑在这比划什么？你真是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！叶璇，你真的是无药可救，族长舍命换来的，竟然是一把破剑。叶璇，你该不会是认为用把破剑就能抗衡我家老祖吧？你是想笑死我吗？老夫纵横上界这么多年，一柄生锈的破剑也敢妄言斩我？那就试试看。叶璇，幸亏老祖神级通天修为，只有剑道星河，一把剑于事无补啊！剑玉塔上方最强大的3把剑之一，最少是不朽之剑。李清主，看好了，今日我此剑必定斩你！今日我此剑必定斩你！什么？一道剑气竟磨灭掉了我的剑道星河！叶璇，剑道星河本就受损，不然你以为一把破剑能够颠倒乾坤？啊！你这把剑，莫非是不朽神剑？老夫真是轻视你了！叶璇，我家老祖法力通天，于下界无敌，你休想伤他半根汗毛！这怎么可能？老夫11级圣境巅峰，剑道不中，7级神鹤境蝼蚁的一击，这怎么可能？一柄破剑竟有如此威力，能让老祖负伤？没能达到10级超凡境，皆为凡人，以凡人之躯抵抗圣境11级大能。叶璇竟然做到了，精彩绝艳，老夫自当不如啊！叶璇不仅是仙剑之资，而且还得到了这把神秘不朽之剑认可。李清主，你的败局已定，今日就准备受死吧！想杀我没那么容易！叶璇，快来杀我呀！灵儿！哎呀，老祖真是深谋远虑，抓住了叶灵，这叶璇必投鼠忌器呀！卑鄙小人，放开灵儿！叶璇，你和苍茫剑宗陷害老夫，这笔账迟早要算清！哪里跑！灵儿，本尊感受到了人间的气息，就在这里。黑气滔天，遮云蔽日，这是魔尊降临啊！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最凶残的虚天魔尊？虚天魔尊，他说的那把人剑，莫非是你手里的这把？叶璇，小心！原来是他拿走了人剑，一个不超过10级超凡圣境的废物。不过，尊还是要感谢他，帮助本尊逃出升天。原来刚才叶璇拿走的是魔尊的封印。原来刚才叶璇拿走的是魔尊的封印，这可是滔天的大祸呀！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得赶紧逃离此地。
活的倒是挺快，不过咱还可以提取记忆，照样能查出你们的底细。叶璇，苍茫剑宗剑道圣子，数万年过去了，逍遥子那小子居然成了掌门。不过，新剑宗倒是可以为本尊所用。灵儿，灵儿别怕，我来救你。灵儿，灵儿，叶璇，这是你燃烧心血伤到心脉，现在在苍茫剑宗疗养。苍茫剑宗，灵儿在哪儿？我要去救她。她有没有事？灵儿，她被带去了新剑宗，现在还无法知道她的安危。哎，你小子倒好，昏迷不醒，害得我和圣女在这儿苦苦守了你一天一夜。你怎么不问问我们有没有事啊？天夜，叶璇是我的朋友，我照顾他理所应当。是你死乞白赖，非要留在这儿的。他现在需要静养，你给我出去。师妹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了他，你赶我走？你不会喜欢他吧？关你什么事？等着，小子！魔尊已入主星剑宗，你们苍茫剑宗最好转告叶璇，让他7天后带着人剑独自来星剑宗，否则叶灵必死。我要去救灵儿，我要去救灵儿。叶璇，你现在伤势未愈，怎能独自去对抗魔神和星剑宗呢？至少要等伤势恢复再说。你放心，战铁长老已经将此事全盘禀报给了逍遥子掌门，现在上界正派将齐聚一室，共同对抗魔神，相信很快就能救上你妹妹了。我带你去正殿看看吧，走。浩劫将至，星剑宗投靠魔神，屠了我上界众多正派弟子。今日我苍茫剑宗召集各位前来，正是商议除魔卫道的大事。虚天魔尊乃是传说中最凶残的魔神，他又结了求魔神域的魔神驱使左右，这些魔神全是神境大能，足以毁天灭地，着实恐怖啊！星剑宗在上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势力，现在为虎作伥，同样是我等的心腹大患啊！传说中魔神被戒狱塔镇于塔下，永世不得翻身呐！唉，如今怎么能再现世呢？诸位前辈，我听说是一个叫叶璇的，有仙剑之姿，却引动剑玉塔塔上的不朽之剑，造成封印松动，虚天魔尊逃出乱世，他就是罪魁祸首。天野，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此说来，这是真的。叶璇侥幸成为了我苍茫剑宗的剑道圣子，我为首席大弟子，自然要知道此人的底细。我无意间听到战铁长老和掌门的对话，才知道叶璇罪大恶极。此人就是叶璇，为了一己私仇，一手把众生推向深渊，魔尊祸事皆因此人而起。这场景真是似曾相识啊！天野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诸位且想想，魔尊被镇压了数万年，偏偏被他叶璇放了出来，一个7级神河境的废物，竟然能够执掌不朽之剑，这不是很可疑吗？老夫也很好奇，叶璇引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一把剑，能跟传说中的戒狱塔扯上关系？这就是传说中的不朽之剑，连我这圣境11级中期官职都心生畏惧啊！他这叶璇，级别甚低，怎能驾驭此剑呢？凡事因果皆有定数，叶璇就是动用了他不配使用的至宝，才闯下如此大祸。他是上下两界，乃至传说中的神域3界共同的敌人。我叶璇用剑，抚平天下不平之事，上无愧于天，下无愧于地，无愧世间，无愧人，何罪之有？魔尊祸事与叶璇何干？他何罪之有？诸位长老，叶璇他不畏强权，又被这把剑认作了主人，明明就是大家对抗魔神的帮手才是。
刚才星魔剑宗派来传信的叶苍，就是叶家大长老，是他叶璇的骨肉至亲，让叶璇带着人剑只身去见李星主，这不是明显的资敌行为吗？谁敢保证他和魔族没有勾结？星魔剑宗杀了叶璇的爷爷，又掳走了叶璇的妹妹，你说他怎么可能会跟他有勾结？正因如此，对方拿叶灵要挟叶璇交剑，这就是便宜了魔尊。为虎负义，一虎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叶璇根本不配掌控此剑。为了除掉魔神，为了三界众生，必须夺了叶璇此剑。叶璇，你是不祥之人，这就亲手宰了你，换宗门安宁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成何体统？本来今日是让大家共同商讨如何对抗魔敌一事，怎么起了内讧？掌门，诸位长老，你们莫要怪罪叶璇。引剑使的戒玉塔封印松动，暴起夺了叶璇的剑。当时是李星主他咄咄逼人，还要屠戮叶璇的亲族。叶璇被逼无奈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召唤此剑来捍卫家园。正如圣女所说，我等曾与圣子并肩作战，魔神现世，属实的无心之事。你管这叫无心之事？星剑宗弃明投案，都是因为这个叶璇，知不知道？愿有多少弟子被这个魔神给残害了？这叶璇与魔族牵扯不清，你们苍茫剑宗的圣女和长老到这都帮着他说话，难道你们要和这魔族同流合污吗？为今之计，难道不是一同商讨剿灭魔神之事？怎么反倒对我叶璇群攻而起啊？剿灭魔神说的轻巧，我的师兄就是被当初的星剑宗，如今的星界魔宗的人围剿，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星界魔宗放话，谁敢帮叶璇，就是他们的死敌。尤其是苍茫剑宗的弟子，格杀勿论。我现在连出宗历练都不敢，这还不是被他们给害的？严惩叶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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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亲侄女啊，你糊涂啊！让万陛下安内，唯有惩治叶璇，大家伙才能同舟共济，人心可用啊！叶璇是我宗亲任的剑道圣子，只可惜无意间促使魔神降世。他是应劫之人，但是他的修为不能足以抵抗劫难，所以只能以身受过，换来劫难削弱。叶璇，传说中上一任戒狱塔主就是在混沌炼狱正道成功，魔神一生于混沌，就看你能不能看破此关了。混沌炼狱是上古大能以混沌法则制成的牢狱，浑然一体，千百万年没有人能出来。唉，可惜了叶璇这剑道圣体呀！叶璇，7日后我自会带领你杀到星剑宗，求助你的妹妹叶灵儿为你报仇。不行，没有时间了，我必须尽快拿回人间，救出灵儿。这混沌之域的气息，跟魔神的气息怎么如此相似？不好！剑灵前辈，反辈无能，将戒狱塔的诸多镇压神剑全都折损了。人剑是不朽之剑，他这是被人拿走了。啊？什么？前辈，还是因为我境界太低的缘故，我想变得强大。好，剑修的进步境界与凡人不同，你既已成就剑道金身，接下来就该修炼不败之心。不败之心？对，我辈静修一往无前，心之所想，剑亦可往，身心合一，
方能真正掌握剑玉塔传承之力。前辈，前辈，不败之心。嘿，嘿，哈，嘿。三花具体，我达到11级圣境了。哈哈哈哈！叶璇竟然斩灭了混沌正道陈胜，他竟然在混沌炼狱待了仅仅5天的时间，比上一任的戒狱塔主整整缩短了1半的时间。安得倚天超宝剑，玉龙飞天，300万！叶璇，我就知道你没有事。叶璇，你竟然敢越狱，简直冥顽不灵！诸位前辈，魔神生于混沌，他叶璇能从混沌炼狱死里逃生，定然跟魔神有染，请诸位前辈出手镇压。逍遥子掌门之前已经说过，叶璇只是应劫之人，而且他已经在混沌炼狱里受过劫难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对他出手。至于你说他和魔神有染，未免也太过牵强。古院长，安武军齐盟主3位联手镇压的剑被他叶璇轻易掌握，这不蹊跷。混沌炼狱走了一遭，非但毫发无损，还境界飙升，这不古怪。很显然，他叶璇就是修炼了魔功。各位前辈，千万不要轻易放过他。叶璇，你放走魔神，引发天怨人怒，现在大战在即，要放他一马，恐必人心涣散，也是放虎归山。叶璇进混沌炼狱时境界低微，现在境界竟然飙升到了圣境，他难道修炼了魔功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星剑宗掳走我妹妹，投身于魔教，那我势必与魔界势不两立。叶璇，你被押入混沌炼狱的消息，我已告知星剑宗，混沌之剑他们也别想得到。你妹妹没了价值，说不定早就被他们炼成铁水了。所以，你少拿你妹妹当借口，来行你妄图逃窜之事。说什么？血口喷人，无中生有，给我安上罪名也就罢了，竟然敢牵连我妹妹！既如此，在我杀掉魔神之前，先杀了你这个小人！刚刚晋升圣剑，我竟挡他不住。天野大师兄是宗门首徒，修为是11级圣境2重天，仅次于诸位长老，居然不是叶璇对手，这怎么可能？叶璇，你勾结魔教的罪名还没洗清，还敢对同门动手，这是罪加一等。叶璇是引起神魔浩劫的元凶，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出手伤我，简直不把诸位长老，不把正派联盟放在眼里。我见但闻恩仇，与他人无关，你休要在这里扯虎皮拉大旗了。叶璇，你被困混沌炼狱，竟然能突破圣境，你天赋确实妖孽，但这不是你动手伤人的理由。他天夜坑害我妹，却不能反手教训他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叶璇，千万不要冲动啊！莲叶毕竟是你大师兄，只要你许清仙语，与魔界划清界限，我自会向诸位替你求情的。大可不必，我放出魔神之事，自会一力承担。杀上星剑宗，救出灵儿，真相自会大白。哼，一众魔神何等恐怖啊！就连正派联盟也要筹谋多日，谋后而定。你一个区区下界升上来的半吊子，也妄图跟魔神相抗，简直痴人说梦！一剑在手，千难万阻，又有何惧？别演了，说的冠冕堂皇，你不过是想把这把剑占为己有，然后逃之夭夭罢了。这把剑本来就是我的。站住！伤害同门，道德败坏，不配拥有此剑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叶璇，你走不了！你伤害同门师兄，一点悔意没有。
难道我手中的剑不锋利吗？你没为此付出代价？叶璇，你犯了众怒，今日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穷途末路。请诸位道友出手共诛此僚，以儆效尤。剑让人心听风来，人心藏剑撼无山。既然都不肯放，唯有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神怎道一时间黑死事，你好，自然欺负家整个正派联盟都抬不起头来。住手！叶璇是应劫之人，他就是戒狱塔主。他是戒狱塔主，当然人剑认他为主了。戒狱塔主，不可能！历任戒狱塔主无一不是纵横无敌之辈，叶璇怎么配当戒狱塔主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叶璇不仅是剑仙之姿，更是戒狱塔主，天地异象。莫非戒狱塔却在那个方向？姑娘小心，我来帮你。传闻上一任的戒狱塔主是在混沌炼狱中顿悟，我看叶璇他的境界不足，所以故意搓难为他。所幸他遇难沉降，直接晋级为11阶圣境，有了跃起与虚天天魔一战的资格。叶璇，这是我动用了苍茫剑宗万年的积淀打造出来的关玄战甲，送给你，助你一臂之力。之前我把你关押在混沌炼狱，实属无奈，都是为了你好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无妨，宝剑锋从魔力处，逍遥掌门一番苦心，我的功力确实长进不少。吾等愿随叶璇生死一战，吾等愿随叶生死一战，吾等魔教黄龙镇压魔神，救出灵儿，我一人足矣。还请诸位前辈坐镇此方，以免敌人有可乘之机。叶璇，今日我闭关修炼，已经到达了11级圣境，此事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。我同你一起去。老夫不去，亦是说不过去。我同你们一同前往。恭喜老祖突破，成为12级神级至境。修炼魔功果然大有裨益。苍茫剑宗逍遥子也不过是11级圣境大圆满，我与上界一拳无敌。恭贺老祖神功大成！恭喜老祖，贺喜老祖！星主老狗，给我滚出来！叶璇，你们3个还真敢来，还敢对我家老祖出言不逊，你们真是不知死活呀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上界各派的修士成立的什么正道联盟，对抗我们星剑宗，怎么就你们3个？其他人呢？成了缩头乌龟呀！啊！诛灭魔神和你等余党，我们3个足矣。废话少说，灵儿在哪儿？给我叫出来！叶璇，你还真是嚣张了，想救走你妹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。灵儿，叶璇，
现在你可以跪下，向本少求饶。我可以考虑将你跟你妹一同屠戮，焚为兵器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呀！啊！这帮孽畜竟敢如此对待灵儿，她今日若有什么闪失，我定要你们生不如死！哼，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本少爷得魔神亲自点化，获得魔兵相柳，杀你如同猪狗！嘿！魔兵相柳，传说中上古凶种九头蛇相柳炼化，有11级圣境余威。看起老狗啊，算你识相。待会儿我就只打发你们双腿，让你跟叶璇2个人当我们星剑宗的看门狗。安兰兄，只要你杀了叶璇，从了本少，我保你成为魔界圣女，到时候随心所欲，岂不比现在快活100倍？住口！你们整个星剑宗都投身于魔神，你们才是真正的魔界走狗，简直祸乱于世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等我杀了叶璇，抓了战铁，再好好的炮制你。哎！竟然是10级圣剑，我不是对手。老祖，救我！李星主，你终于肯现身了。星主老祖，好歹也是坐镇一方的剑道前辈，居然自甘堕落，为魔神效力，堪堪放了我做圣女，我还有力量回头是岸呐！魔造，你们可知，老夫已是12级神境至境，足以傲视上下2界。我星剑宗同样会扶摇直上，成为第1剑宗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只要我家老祖随便一出手，你们不过就是土鸡挖狗。叶璇，你妹跟安兰秀都在我身，赶紧跪下，跟本少磕头认罪。李星主，你投身魔族，祸乱于世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若不赶紧放了安兰秀和灵儿，今日我定将你们斩尽杀绝。叶璇，已经突破了11级圣境，果然天赋异禀。什么？没几日的功夫，叶璇居然长了这么多的修为？难道说他也修炼了魔功？叶璇，我已将剑道星河化为千寻瀑。今天你若还能胜我，许你带走安兰修和叶灵。我输了，我一雪前耻，交出李苍龙和人剑，并拜在我的门下，证明吾是举世无双的剑仙。李星主，敢当魔神附庸，无耻至极，如同断脊之犬。妄论修仙2字，遑论剑修，根本就不配我使剑。叶璇，老夫会让你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。花影剑被人出落，不惊其怒未干。一根柳条击败我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老祖都成神了，怎么可能会输？叶璇以11级圣境击败12级神境至境，此乃弑神壮举，不愧是介于塔主。越级对敌，手到擒来。我相信叶璇一定可以战胜徐天魔尊。剑道星河2次被毁，8道魔气剑铺也抵不住一束柳条。天命不在我坚持不服。不服？李星主，你寄希望于魔神强化自身，终究是镜花水月，幻梦成空。
还敢自称自为剑仙，是一介剑痴吗？李苍龙，你屡次作恶，冒犯我妹，今日我必让你血债血偿！叶璇，你居然是禁域塔主，魔神必将冲你而后快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既然你们通通找上门来，那就通通受死吧！丽璇，小心！李苍龙已经走火入，虚天神尊马上就会降临。那正好，今日连同魔神这一帮喽啰，一网打尽。叶璇，受死吧！魔尊大人，空手夺白刃，叶璇，你根本就不是对手。你中了我们一人一掌，体内佛气重，要不了多久就会伤及五脏六腑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叶璇，还以为你是绝世剑仙，戒狱塔主是何等的不可一世，结果还不是被2掌打到吐血，一根柳枝击败我又有什么用？压根儿就不是魔神的对手。我虚天魔尊被镇压万年，无时无刻不想着怎么报仇。漫长的岁月并没有压制我的意志，反而让我的实力愈发的强大。叶璇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不中用了。就算是你到了圣阶，依旧无法使出人剑威力。我劝你还是乖乖的交出戒狱塔主的位置。区区魔气还不能奈我何？你们以为联合起来便是无法无天，但殊不知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所谓仁者，一撇轻盈为阳气，一纳厚重如阴茎，阴阳相符，铮铮铁骨。持人剑，又有何惧？好强的剑气！神境七重竟挡不住，剑与塔镇妖之剑果然恐怖如斯啊！你们两个废物，虚实相合，阴阳相生，我倒是想强了你啊！三界魔尊，天魔大化！尊为12级神境致敬，我之间判若天渊，何必苦苦挣扎？叶璇，让本尊给你个痛快，岂不是更好？叶璇，坚持住，还助你一臂之力。都是一个11级的圣境蝼蚁，居然能够剑舞莲花，克制本尊的魔气。不过，你们几个都该死了！魔尊大人，好手段！这些人现已成了瓮中之鳖。哼！看来仅凭人剑，还不能将魔神斩于马下。既如此，我只能调用戒狱塔第2支剑。传说中只有12级神境致敬才能动用地剑，
叶璇，你只有11级圣级，此剑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休想利用叶灵控制住叶璇。这个叶灵冰天雪魄，可做本尊的大补之物。干脆，本尊就将你们一并吞噬。啊！双剑合璧。灭本尊法神意，灭众生心魔难。本尊早晚会卷土重来的。赤天魔神居然死了！大势已去了，魔神原来如此，不堪一击。叶璇圣子呀，我都是受星主老祖的指示，你妹妹拿去练剑胚都是他出的主意，我无意与你为敌呀。我说过，剑问恩仇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李星主，你为祸下界苍生，助纣为虐，今日我便废去你所有修行，打入下界，此生再也拿不起剑指。哼！叶璇，恭喜你们镇压魔神凯旋而归啊！魔神因我而出，此番叶璇只是出了应尽之力罢了。叶璇，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是我们特意寻找的火系灵药，对你妹妹的病情稳定很有帮助。叶璇替灵儿谢过诸位前辈。多谢叶璇，你手上的戒指可是神域之物呀？神域？那是什么地方？传说当中的第三界，只有功德无量或者举世无双的人才有资格进入。你妹妹身上的冰天雪魄太过于异常，我建议可以先入到神域去治疗。难道我的母亲也在那里？叶璇，你身为界域的塔主，又镇压了魔神，造福了3界，确实是有这个条件进入神域的。诸位前辈，还请告知叶璇，神域在何处？我们上界的众派宗门的法宝齐聚催化，或许可以打开通往神域的通道。只可惜虚空暗流遍布其中，若是你再带上你的妹妹叶灵前往，恐怕凶多吉少呀。你可愿冒这个风险呀？苍茫神剑摧毁，幸好现在有个关玄战将，我的乾坤袋也赠予你。有劳诸位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助他一臂之力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忘不了他。我贵为天帝，有哪点比不上他？若不是他当年教你绝世剑法，你又怎能登上这神帝之位？你将我囚禁在这里，不让我见我的2个孩子，小人行径卑鄙至极，怎能与我的夫君杨业相比？青梅不敌天降，此乃本帝大恨。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的儿子不但诛杀了魔神，还带着他妹妹来到了天界。璇儿，灵儿，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，我就可以让你跟你2个孩子团圆。好久没有上下界的人走进了神域了，这2人身上肯定有不少宝贝，再多的宝贝也没咱们的份，抓紧把他们送给司徒神佐。最近人族决斗场正缺人呢。
我这是在哪儿？还有我的戒指和双剑哪里去了？灵儿，灵儿，还能在哪儿？就在这儿！神界人族决斗场，来神域的上下两界人族只有2条路，要么当狗成为神奴，要么就在这儿被圈养在人族决斗场里边，供神族观赏打斗取乐。老子已经在这儿被关了15年了。又是一个闯入神域的可怜虫。我说你小子挺年轻的，是从上界来的天骄吧？可惜在神域这里，你的生死都掌握在司徒神子手里。司徒神子啊，就在那里。今日我得了2件宝物作为比斗的奖品，这其一呢，就是这黄金战甲，那其二呢，就更稀罕了。你们且看。灵儿，这不就是个活人吗？就是人族蝼蚁罢了，有何稀奇啊？用勾魂神灯照照他的神魂，可显示出冰火2种特性。他的体内蕴有火系的灵力，而他的神魂更为冰天雪魄。大胆！人族蝼蚁还想越狱不成？跟我一样的东西，烈士惩罚就老实了。放我出去！要是就在我怀里，你敢拿吗？老子当初不还是11级圣境大能，现在还是乖乖的在这儿当奴当仆。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松手，我全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竟然敢对神奴动手，打狗也得看主人的呀！你这要是惹怒了神子，我们都得倒霉啊！你想越狱是行不通的。人族决斗场这附近负责的看守全部都是神族的侍卫，至少都是10级的超凡境。就算你愿出这牢笼，也于事无补。算了吧，还是收手吧。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牢笼已开，是去是留，你们随意。你这就把我们都放了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叶璇。竟然敢打伤我的神奴，撕开牢笼！我看你们到底谁敢走！司徒神子，竟妄想夺取我妹妹的灵魄，正要杀你！我没听错吧？你区区一个人族的废物，连给我当神奴的资格都没有，扬言要杀我！还真是有意思，这人类斗兽场的玩物，居然想倒反天罡，试图弑主。冰天雪魄是此人的妹妹，希望她能掀起些波澜，别司徒神子一出手便是碾压之势，毫无看头。我叶璇于上下2界见过狡猾不堪的龌龊，见过不可一世的冷血，没想到到了神域才发现，你们这些所谓的神族，竟然拿人族当人仆，当奴隶，肆意践踏别人的自由，甚至剥夺生命，简直是过犹不及，禽兽不如！放肆！竟敢指摘神族，污染本神子的耳朵！狂犬吠日罢了，这强者为尊是放在哪里都亘古不变的道理。人类蝼蚁注定要接受奴役的命运。可惜了这家伙的一身傲骨，却出身于卑贱的人族，也只能被咱们挑出来随意把玩。叶璇，你现在如果砍断你的双腿，给我的神奴赔礼，我可以考虑饶你，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妹妹被当做比斗的奖品花落谁手。谁今日敢动我妹妹叶灵，我在此势必杀出一条血路。我看你是不知死活，我乃12级神级之境2重天，你在我眼里不过是土鸡瓦狗，我一根手指碾死你都掉了本尊的位分。
哈哈，你们不是要跟他们走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可以站过去，只要你们其中一人杀了他，我就全部放了你们。叶璇好心放你们出来，帮你们打开枷锁，你们忍心合起伙来恩将仇报吗？死道友不死贫道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叶璇这明显就是在找死，难道要我们跟他一起与无所不能的司徒神子作对吗？没错，人族绵延到现在，靠的可不是逞什么匹夫之勇，而是顾全大局，明哲自保。看到了吗？人族不过是一盘散沙，你不是要给他们自由吗？有种你就概不还手，杀身成仁呐！首恶既除，余罪可免。而你教唆他人自相残杀，你等才是首恶。说得好，叶璇接剑。你是谁？我的剑怎么会在你手里？自从神帝限制众人下界，神秘通道已经好久没有开启了。要是姐姐的2个孩子还活着，应该和他们2个一样大了吧？啊！被神识发现，惊动神帝就不好了。我可以先到人族决斗场等他们。你是谁？人家和地剑怎会在你手里？独孤轩，不过此事说来话长，对付他们需不需要我帮你出手？这些囚徒在人族决斗场久经死战，基本都是11级圣境，对付你绰绰有余。那我就先击退他们，再废了你。叶璇，好样的！这叶璇跟这些囚徒都同为圣境，怎么竟如此战力超群？哼，区区11级圣境罢了，哪怕他能越境作战，在咱们手上也不过是大点的蝼蚁。没想到一剑震倒这么多铜镜，我倒是小瞧你，能让本神子亲自出手碾死你，也算你荣幸之至了。你休要如此狂妄，今日斗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人为阴阳之交，这八卦有点意思，不过仍是班门弄斧。以我之前得的经，高桥神哀与我这高山争锋，可笑无自量。你是12级神境至今又如何？今日我便以人剑升天，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！叶璇小心！剑气为什么连绵不绝？今日我便告诉你，什么是人族的至强不击！怎么可能？这司徒神子虽然在众神子中实力较弱，但比这个家伙可足足高出一个大境界，竟然受伤失利。想来是司徒轻敌，这叶璇手中的剑绝非凡品。放了灵儿，让我们走。要挟我绝不妥协，做你的人质。快放手！大胆囚徒，竟敢挟持神族神子！司徒神族乃神域3大神族之一，你要是让动他们神子一丝一毫，我保证你跟你妹妹必定命丧黄泉。司徒神子吃了苦头，受了重伤，但我本无意杀他。你们现在放了我，还有灵儿，包括这位姑娘走，我就放了他。哼，休想！同意？我不同意！高高在上的天神怎么会向卑微的人族低头？有种你就斩了我！哼，谅你也不敢对我怎么样。司徒，你别说了，叶璇，这件事情好商量，你先放了司徒神子。这个人似乎隐藏了实力，给我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，还莫名有点熟悉。不过是囚徒而已，难道是我的错觉？我大伯司徒王朗
乃是12级神境至境8重天，80万神兵总教头，维持着整个神域人族决斗场的传奇之神。他察觉到这里动乱，一盏茶的时间就会赶来。这件事竟然惊动了王朗。当年人族决斗场囚徒出逃，他亲手灭杀了300人族啊！那场面简直是惨不忍睹啊！要是动怒大开杀戒，我们都得完蛋呀！叶璇，我劝你乖乖的把我放了，然后磕几个响头给我认错，我会给你一次机会的。然后再把这把剑上交了，你可以效力于司徒家族，不用做神奴，做我的坐骑。我走！你这是自己找死！各位兄弟，帮我催动功成神增。叶璇什么时候放我？你们什么时候放的妹妹？灵儿，这就是跟整个神族作对的下场。灵儿受难，但现在不是我出手暴露身份的最佳时机，说不定还会拖累玄武。孽障！你们再敢伤害我妹，她断的不再是手臂了。我的手臂，你敢砍断我的手臂？叶璇，司徒王朗大人就要来了，死到临头还不自知。司徒神子岂是你能当众凌辱的？摧残神族，你和你妹妹都不会好过。先给我放了灵儿！这把剑有古怪，我的手臂竟无法重新长出。各位兄弟，救我！叶璇，我们愿意先放了你妹妹，你把司徒神子还给我们。就是现在！诛杀此僚！青龙现我，黄龙顶针，乌龙摆尾。嘿，一轮金乌向天曲，横扫孤云与残月。上官神子为12级神境至境3重天，独孤太初更是8重天，定会让这个叶璇死无葬身之地。就算你们3人同上，又有何惧？一时转山3界里，一剑曾教神魔命。1敌2，你怎么有如此恐怖的越境战力？大胆狂徒！你就是司徒王朗？大胆狂徒，敢公然与诸位神子动手！叶璇，就算你跟我们拼了个2败俱伤又如何？司徒上神来了，死期到了。老夫乃是13级天道境1轮天使，随便出手就是天道神技。对付这种飞升上来的人族枭饷，岂不是明珠弹雀，明刀杀鸡？大魔，这个叫叶璇的，他丧心病狂，他断了我的手臂！愚蠢！你用神力催生出来便好了，简直丢尽了我神族的颜面。大魔，他用的这个剑，虚实罕见，可以断我们神族的手臂啊，能砍断神族啊！如此神兵，人族蝼蚁岂配有你？一定是这个家伙从神域秘境偷来，大逆不道，当受天诛！叶璇，你今天插翅难逃，你就等着千疮百孔，受辱而死吧！老夫这就将封个粉碎！你这大把神剑！
说的冠冕堂皇，进行贼人之事。叶璇，我护定你。你是何人？居然一剑破了天罗地网！我是谁？你不配知道。能破天罗地网之人，必定是强者。这种人混迹在囚徒之中，这3个人一定有阴谋。大伯，你千万别让这个女人拿走叶璇的剑，他们公然对抗神族，要一并控制，杀鸡取卵。我不会让他们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。神族封魔，九清风斩！神谷封魔斩乃是神族镇压万物的最强杀手，以轻描淡写的2道剑气也想破局。想到了，风月自弃，虚无之息，其幽迷察而大明垂光，混乱无形，寂寥无声，声声长长，筋骨不移，大气之源，关乎一心。司徒总教头可是天道境的神族大能，居然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，这怎么可能？玉气诀，这是独孤神族的独孤九剑。那独孤神族不传之名，你究竟是谁？难道你是？难道你们破坏了人族决斗场，罪大恶极，老夫一定会上报神庭。尔等等着被强势镇压！神庭肯定会出错事。叶璇，我来告诉你的身世，往后的路就要你自己走了。你认得我？这是你母亲的戒指，这上面有独孤神族独有的标记。我是你的二姨独孤轩，我怀疑你的母亲是被神庭给关起来了。神庭？为什么？神庭神帝是你父亲的情敌，你父亲突然消失，你母亲把你们生在神域，是为了保护你们。我一直想找寻你们的下落，却被神帝的鹰犬跟随，所以我设法摆脱，躲在暗处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知道，没有人愿意与神庭为敌。多谢你，二姨。璇儿，你带灵儿走，我来引开神识。独孤神族会不会有我母亲的线索？老祖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，老祖，大事不好了！我二姑独孤轩对司徒家出手了。你二姑独孤轩为了找那2个孽种，这么多年音讯全无，怎么会突然出现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今天我二姑不惜动用独孤九剑，为了2个大闹决斗场，杀死司徒家神奴的2个人族蝼蚁出手。结合他们的年龄，我怀疑就是大姑触犯神规，剩下的一儿一女。什么？如此说来，必须赶在神庭问罪之前，大义灭亲。这2个孽障现在人在何处？就在叶璇求见。叶灵和叶璇的下落我已经掌握了，你还是不肯回心转意吗？你拿我的2个孩子威胁我，我警告你，你如果敢伤害他们，我死给你看！拿你的孩子威胁你，我堂堂神帝在你心中就是这么不堪吗？是，我夫君当年教你绝世剑法，又助你登上神帝之位，你是如何对待他的？好，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威胁你下落的独孤轩已经被我抓到了。你的儿女过来寻你，我会告诉他们你已经死了，而我就是他们的亲生父亲。你将来万一杨业寻来了，我会指使叶璇亲手杀了他，让他们父子相残。除非，你求我，你简直卑鄙至极！我准许你的妹妹进来陪你，你可得给我好好活着，否则你的2个孩子便没有存在的意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叶璇求见。玄叶灵，好像就是这2个人，居然自己找来了。叶璇、叶灵，随老夫出去看看。在下叶璇，特来神域寻亲，想打听母亲的下落。叶璇，还记得我吗？给司徒神族出手，犯了神族大忌。说是寻亲，实际上还不是厚颜无耻来寻求庇护。哼，寻亲？你母亲独孤嘉兰违背神规，跟凡人通婚，烛台案皆罪孽深重，已被逐出我独孤家族。我现在就将你镇杀在此。又是这般，面对血脉亲情，竟如此冷淡无情。既如此，叶璇又何惜一战？老族且慢。是13级天道境巅峰，但暗无10年前就是14级地境了。上杀的这2个人，二姑娘恐怕不好交代。那我就抽掉他的骨血，跟咱独孤家族彻底划清界限。神域永世不得踏入。滚！哟，叶璇，真的是你呀！你不是在上界很威风吗？怎么落到这般模样了啊？你也有今天呀！呸！你个乞丐，不，你连乞丐都不如！哎呀，真的是叶璇呐！啊，我就说叶家毁在他手里，连带着我成了过街老鼠，修为丧尽，连京城都回不去了，真是恶有恶报！我呸！叶璇，你把老夫废了，打入下界，如今没想到你落到这种地步啊！这可真是天道好轮回呀！给我，给我！这不是战铁长老的乾坤袋吗？叶灵，你妹妹的病还没治好啊？冰天雪破，再不济姿色不错，倒是能卖个好价钱呀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把乾坤袋还给我，把灵儿还给我，不然我一定让你们生不如死！你已经沦为废人，还敢叫嚣！住手！怎么又是他？走，快走！叶璇，你怎么样？这里是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，监狱塔是不是就在附近呀？其实，监狱塔里还有一把至强之剑——天剑，我没有召唤使用。只可惜我如今剑种破碎，恐怕再也无力调回它了。叶璇，在我眼中，你总是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勇气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灵儿的病还没有治好，不过我总算知道了一些母亲的消息，我不会气馁的。戒于他，就在孽海深处。滚！灵儿就拜托你照顾了。我先去神域把路铺开，哪怕是杀出一条血路。叶璇。
叶璇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实力不济，技不如人，在神域被虐了。为什么不动用天剑？天发杀机，移星易秀，地发杀机，龙蛇起路，人发杀机，天地反复，三剑合璧，你将无人能敌。我剑冢破碎，血脉受损，打入下界，震碎剑道近身，我也已是废人一个。天哪，你真是我最惨的一任剑主了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应风翻盘，也未可知。剑灵前辈，我如何变得更强？剑道金身，不败之心，你都已经有了。那么接下来该修炼的，就要修炼不灭剑魂了。你既百折不挠，自当万夫莫敌。不灭剑魂？难道没有神尊血脉，就不能修炼不灭之心吗？难道没有神宗血脉，就不能一往无前吗？我先祝你恢复丧死。杀之神境之境，自在天道境，山河境，地境，多谢前辈。独孤老祖，地剑、人剑，给我还回来！叶璇，你居然没死！还有，这周遭的威压，难道是我的错觉？叶璇，你竟然能散发14级地境之威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你口中的凡胎孽种。我是你亲手废掉的废物外孙，我是今日跟神域的神祖讨回公道之人。别切！天剑，这剑我认识，当年杨业就是凭借一把天剑，杀得整个神域为之臣服，杀得整个神界为之胆寒，连名字都成了禁忌。杨业是谁？杨业就是你的亲生父亲，可惜他抛弃妻子，一走了之，天地再无他的踪迹。既然你已成14级地境，要杀要剐随便，老夫接着便是。进来！叶璇，你尽可废了我复仇，但不要牵扯到整个独孤神府。老祖，咱们还可以启动护族大阵一战。住口！敌境在上，又掌控3把足以灭世之剑，我观之如一粒蜉蝣望青天，绝无还手之力。我若身死，不许为我复仇。我可以先不杀你，但你既然知道我父亲，那我的母亲，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一定知道她的下落吧？神帝特使到！你还是把我杀了吧。神帝特使，叶璇在上下里借剿灭魔神，扰动人族大事，一事不予追究，还请叶璇神子到人灵一叙。神帝，看来该来的终究要来。